各位财神好，欢迎来到棒恩理财，我是棒恩。投资股票是一件刺激也很有挑战的事，每天都要面对自己的心魔。看到有潜力上涨的股票就会想买，买了以后下跌又会想，为什么当初这么急着买？手上的股票下跌又不知道要不要卖还是续抱，股票卖了以后上涨又后悔干嘛那么早卖。以上是不是各位股民的心情写照呢？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在投资股票初期犯的错误和如何避免这些错误。对于新手而言，犯错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每一次错误都是宝贵的学习机会。只要能够吸取教训，累积经验，在投资路上我们就能够越来越得心应手。请记得看到影片的最后，有赠送免费好康的活动办法。我在刚开始学习投资台股的前几年，赔了60万台币，主要犯了这3个错误：一，觉得涨的股票可以涨更多，继续放着，结果变成负报酬；二，觉得跌的股票总有一天会涨回来，盲目加码摊平；三，参考财经节目内容而出清持股。我在2011年11月的时候买了元大金、中钢、英业达、细品、人保等股票，过几个月后总报酬率一度高达20%，觉得自己才没几个月就有办法赚2成，一度以为自己是股神在世，后来证明是自己想太多。我想说有可能会继续涨，就继续放着，结果隔年1月的时候，整体报酬率变成负的个位数，我才全部出清，就怕继续跌，赔更多。这个情况完全印证了一句股市俗谚：会买的是徒弟，会卖的才是师傅。买进大家都会，但是要卖在漂亮的点位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这个错误要怎么避免呢？可以考虑设停损停利点，并且分批2到3次卖出，不会像一次卖出的得失性那么重。一般停损停利点会设定在15到30%，也就是亏损15到30%就卖掉1/2到1/3，或者获利15到30%就卖掉1/2到1/3，后续再看状况卖剩余的股数。但实际操作还是以个人风险承担的状况而定。当初我总报酬率一度高达20%，就可以考虑分批出清了，因为当时个股的获利就落在15到30%。2012年3月到隔年1月间，我一路看宏基价格从40几块大跌，一直买到20几块，想说这种全球前几大个人电脑厂商大跌应该是买入的机会，却没有意识到以 iPad 为首的平板电脑从问世以后一直慢慢吞噬掉笔电的市占率。因为平板电脑比笔电轻便，可以处理大部分笔电能做的工作，功能又新颖，应用程式开始大量开发。结果我在2013年5月开始慢慢出脱宏基，报酬率大概负30%。想要避免这个错误，必须要判断你买的股票公司生产的产品市场上是否出现替代品，已经蚕食了市占。要先判断趋势，再决定是否买进该公司股票。你不会想要在智慧型手机问世以后，还买以销售智障型手机为主要营收的公司股票。又例如，现在 AI 人工智能技术当道，长期来看对 AI 相关的公司是正向的。因为本身有在投资股票，多少会看财经节目，参考里面主持人和来宾的看法，看别人的判断总比自己判断省事的多。但是有时候这样的结果就是听别人的话赔自己的钱。2015年8月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很红的财经节目和某个酒店同名，我本来是该节目的忠实观众，一直到该节目内容预告暗示股市将会有像金融风暴式的大跌后，当天节目把金融风暴崩跌的线图和当时的线图放在一起比较，
竟然是如此的类似。那天看完节目以后，觉得好有道理，而且2000年网络泡沫和2008年金融风暴大概隔了7年，2015年和2008年也是大概隔了7年，心想可能又要一波循环了吧。看完隔天开始大量出脱持股，那一波报酬率大概-40%。后来回顾发现自己卖在几乎最低点，那些卖掉的个股后来随着大盘涨起来。2015年的跌势后来被称为新兴市场风暴，显然没有像2008年那么惨烈。要避免这个错误的方法就是不预测大盘和手上持股什么时候会跌，而是真正跌到不能承受的价位了，再分批卖出。或者相反的，不预测大盘和手上的持股什么时候会涨，而是真正涨到了停利的价位了，再分批卖出。有这次经验觉悟，照自己判断赔了钱也还比较服气，也不会想要推卸责任给财经节目。别忘记财经节目都有免责声明，而且投资本来就应该是自己判断、自己负责。在这里总结一下本片重点，我在刚开始投资股票的前几年赔了60万台币，主要犯了这3个错误：一、觉得涨的股票可以涨更多，要避免这个错误，可以考虑设停损停利点，而且分批卖出，不会像一次卖出的得失心那么重。二、觉得跌的股票总有一天会涨回来，盲目加码摊平，要避免第2个错误，必须要判断目前的趋势是否有利或有损于你想要买的公司股票。三、参考财经节目内容而出清持股，要避免第3个错误的方法就是不预测大盘和手上持股什么时候会涨跌，而是真正涨跌到了停损停利点再卖。最后我想要分享一下长期投资股票整理出来的感想，那就是市场永远在创高，也一直在创低，并无法判断出绝对的高点和低点。现在的高点有可能是未来的低点，现在的低点也有可能是未来的高点。我们会说高点低点都是事后看出来的，当下并不知道。影片一开始说到赠送免费好康的活动办法如下，请按赞、订阅、留言我想要预约免费咨询后，去资讯栏的棒恩理财粉丝团连结预约时间。预约时请告知按赞、订阅、留言的账号名称，然后用 Google Meet 或脸书或 Instagram 账号咨询，告诉我你曾经犯过的股票投资错误，至少要有台股股票名称，还有买卖日期，这样我才能够查到量价变化和时空背景下可能的因素。本活动绝不会泄露任何个人资料，请安心预约。预约的朋友请按时出席。希望这个影片能够对正在投资股票或者有意投资的人有所启发和帮助，让大家能够更聪明地做出投资决策，并且在投资中获得更好的成果。下一部影片我会和大家分享我是怎样在一只股票上半年左右赚到150%的报酬率，把投资生涯的所有亏损都赚回来了。敬请期待。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欢迎按赞、订阅、分享，这是对我的频道最大的支持。有任何想法，欢迎留言讨论。各位财神，我们下次见。